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梁。我们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了清朝第一帝努尔哈赤，又说了有关孝庄太后的传奇故事。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说一个清朝历史上最为传奇的摄政王爷。这个人和孝庄有密切关系，和努尔哈赤也有密切关系，他就是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呢，在这个历史上褒贬不一。当然后来有人说他和自个儿嫂子孝庄传出绯闻，以至于后来又逼孝庄下嫁。到顺治年间呢，他成为摄政王，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可是仅仅活了39岁，就突然间暴毙死了，而且死后呢，让自个儿的侄子顺治给掘墓鞭尸。所以多尔衮一生呢，充满着争议，也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说说多尔衮传说和真实之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那么多尔衮呢，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儿子，但他在努尔哈赤这个8个儿子当中呢，他算是倒数第二，小的。他15岁那年努尔哈赤死的，这是1626年，努尔哈赤那年过世。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也就是1天半左右的功夫，这个多尔衮的亲生母亲阿巴亥自杀。为什么自杀呢？殉葬。老皇爷死了，妃子得殉葬。但是殉葬这个事儿呢，非常不合当时的制度。为什么呢？这个阿巴亥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封她为大妃。大妃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皇后。这个阿巴亥呢，是很得努尔哈赤宠爱的，他不该去殉葬。再一个，当时满清有组织规定呢，就说如果你这个皇爷的女人，皇上死了，你如果要有小孩儿，就这孩子还未成年呢，你不能死，不能殉葬，你得给皇上养育孩子呀，亲生母亲。那么这个阿巴亥呢，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阿济特当时是阿济格，应该是22岁，二儿子多尔衮15岁，三儿子多铎当时才13岁。你搁现在来看，13、15这都未成年了，就是按照这个规矩，他也不该殉葬。你说奇怪了，为什么努尔哈赤让他殉葬呢？我们是来宣布大汉的遗言。你说什么？韩父有遗言，难道大福晋不想听？多多，还有阿济克，我的儿子怎么不在这儿？咱们这会儿要谈的事儿，三位小弟弟不宜在场。有什么事？说。韩父遗命，他要额娘为他殉葬。这个在1629年呢，有一本书叫《满文老档》，你听这名就知道，就是老档案呢，过去的旧事。在这本书里暴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说你别看努尔哈赤宠爱这个阿巴亥，但其实他恨他。为什么恨他呢？是因为他给努尔哈赤戴绿帽子。说绿帽子他给戴，这帽子戴到努尔哈赤脑袋顶，谁送到努尔哈赤这儿呢？努尔哈赤的儿子大贝勒代善。说这个事儿努尔哈赤是怎么知道的呢？努尔哈赤有2个妃子告的密，这俩妃子告密说的是什么呢？跟努尔哈赤说，只要是老皇爷你一出征，这个阿巴亥就往代善府上跑，一去还去挺长时间，有时候半夜才回来。谁知道他俩干什么呢？这一说，努尔哈赤可走了心了，就说看来这个阿巴亥背着我是干了一些苟且之事，可能和代善有着私通关系。说是因为这个让他殉葬吗？这倒靠谱。《甄嬛传》里也有3阿哥弘时是跟雍正的那个英贵人俩人私通，都是儿子给爹戴绿帽。对我来说不一样了。此话换作美人面，日出变红，日落变粉，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名花，倾国，两相欢。皇上，臣妾真的没有狗爷3阿哥。
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皇上，真的没有。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苏培盛，奴才在。带下去赐白绫。这皇上，来人，这两个女人最后是怎么呢？一个处死，另一个饮了毒酒了，一个掉了白绫子死了，就都给杀了。说这么看，说让阿巴亥殉葬，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呢。但是这个事儿你细琢磨琢磨，它有很大疑点。咱可以分析，你想啊，这个两个妃子告密，他告的是谁呢？代善当时是八大贝勒之首，自领两旗，权倾朝野，那眼看就是要替努尔哈赤了。咱们前面说过，把这个老大楚英给处死之后，这个代善就是老大了。阿巴亥呢是什么？给这老皇爷生了3个皇子，封为大妃，就皇后。也正是得宠时候，这两个庶妃是吃雄心吞豹胆的，他敢告密吗？而且让阿巴亥殉葬了之后，又有2个妃子陪着殉葬，哪俩？就告密这俩。你把这事连到一块儿，你分析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假如这告密这事努尔哈赤信了，什么结果呢？好，自个儿大儿子给自个儿戴绿帽子，那肯定打入冷宫啊，不能再相信你了。然后自个儿的宠妃给自个儿戴绿帽子，好，你阿巴亥这样，我得处分你，你的仨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谁也别想再染指皇位，受母亲影响了。你把这个一扒拉，你就明白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呀？皇太极呀，就没他啥事儿啊，他就有可能是这个事儿的幕后策划。我对大金国的未来是有很多理想，可惜韩父不把国家交给我，我也是无可奈何。我根本不信这是汉父的遗命。你们想啊，3个小弟弟名下拥有镶红、正白和镶白共3旗。倘若多尔衮当了大汗，大福晋以国母之尊控制了儿子，就等于控制了整个3旗。合起来力量，包括我们任何一个，谁敢不听从他？对呀，那大福晋岂不就可以左右8旗了吗？左右了8旗，就等于左右整个大金国了。我根本不信韩父会不肯把国家交给你，你可交给一个女人。为了大金国的将来，别无他法，只有除掉他们母子俩。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就现在刑侦手段都知道，先排除利害关系。所以皇太极操纵这个事儿的嫌疑最大。那2个庶妃也跟着殉葬了，有可能是皇太极杀人灭口。所以故老相传有那么句话，说是这个努尔哈赤啊，临死之前呢，把皇位传给多尔衮，不是传给皇太极。然后皇太极呢发动政变。由于这个阿巴亥是多尔衮的亲生母亲，一想这个事儿要假传圣旨、篡改遗嘱的话，过不了阿巴亥这关。阿巴亥就在老皇爷身边呢，所以才有皇太极联合4大贝勒集体逼宫，逼阿巴亥殉葬。这是一场兵行政变。有人还给这个事儿呢找了点历史史实做配合。自打这努尔哈赤把楚英处死了，他对这个事心里头就害怕了，就是自个儿孩子来争皇位，这个对于老皇爷来讲是很残忍一件事。明明都是亲兄弟，为了争夺皇位你死我活。就像这康熙王朝里边，康熙自个儿的第19个皇子发烧感冒，结果上面几个哥哥谁也不来看了，那不是康熙把这些人强制的招到价钱。爸爸，现在你们忙啊，忙着结交大臣，忙着煽风点火，忙着送珠宝，忙着叫朋党们写折子，忙着登上太子位，忙啊，忙的你们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来看一眼。朕的老师叫魏承墨跟朕说过一个典故，叫做停尸不顾，肃假相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上死了，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尸首撂在一旁不管，忙什么呢？忙着互相攻杀，争夺皇帝位。
朕听了以后好害怕呀，但朕坚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朕的身上。可是现在通过小19的事儿，朕相信这事儿肯定会发生在朕的身上。就说这个事儿，努尔哈赤当时心里头也害怕，他当时是想立谁呢？就大贝勒代善。可是代善呢，因为糊涂，死脑瓜筋，转不过弯来。你比方说，有人跟他说：“大贝勒，你注意啊，皇太极琢磨你的，你的弟弟琢磨你的，有可能威胁到你继承皇位。”代善这时候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努尔哈赤了，干嘛呢？抱着自个儿爹腿哭。皇太极要害我呀，我这弟弟要害我呀，我可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是好？爹，你得帮我呀！就得把努尔哈赤弄得这个烦，这点事没什么大事，你哭什么呢？所以时间一长，努尔哈赤就不喜欢代善。可是不喜欢代善，就意味着那些弟弟都有机会了。老梁故事会为您解密多尔衮。好，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所以这些兄弟几个开始惦记这皇位了。这个事儿努尔哈赤更加不愿意看到，争来争去一定是自相残杀。所以努尔哈赤呢想了个办法，国家财产分成8份，你们一人一份，我立一个人为皇帝，但是他有什么事得8个兄弟凑一块商量。说白那7个都是摄政王，这样的话呢就缓解对皇位的争夺。他等于由封建社会的这种皇上专权独裁退回到了世族公社时候的共和制，这是历史的倒退。你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绝强盛不了。所以据说努尔哈赤呢晚年立遗嘱，立多尔衮为皇帝，立大贝勒代善为摄政王，首席摄政王。阿巴亥，你听着，我已经决定了，要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我们的孩子多尔衮。多尔衮，大汗，多尔衮太年轻了，又没有战功。让代善帮着他嘛。4大贝勒不会答应的。所以我叫他们非得赶回来不可，当着大家的面听我亲口的说，传位给多尔衮，多尔衮也就好安心接位了。这样我的那些子孙们也就免于自相残杀。不会，这可不可信呢？其实不可信。有人根据这个说，皇太极一看受不了了，得篡位，才逼这个阿巴亥殉葬，自己就上来了。其实当时这几个皇子，除了那个老大楚英被弄死以外，那个楚英有能耐，剩下这些皇子里最有能耐的是皇太极。努尔哈赤的弟弟，就皇太极的叔叔都说，这皇太极了不起，既有心机，而且能力也厉害。所以就说你从争夺地位来看呢，多尔衮肯定争不过皇太极。多尔衮那时候你想15、16岁，年龄、资历、地位各方面都不如皇太极，所以皇太极继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所以多尔衮一开始15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他本身也没多大力量，很难跟他哥哥掰手腕。所以说是多尔衮当年应该当皇帝没当皇帝，我看这是无稽之谈。至于后来这事儿是更是胡说八道了，说多尔衮跟自个儿哥哥皇太极争女人争孝庄，说原先跟孝庄青梅竹马。咱们说孝庄那集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两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至于说后来是不是孝庄下嫁，那是皇太极死了之后的事儿。那么多尔衮呢，可能出于多重考虑呢，跟孝庄结合，然后自己能够保证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也不存在多尔衮跟皇太极争女人这个事儿。可是多尔衮留给我们最大的谜团还不是这些，是什么？是他的死。他的死比较蹊跷。就多尔衮呢好打猎，当时顺治7年的时候清兵入关，多尔衮呢带领着手底下人去塞外打猎，结果一不留神呢
从马上摔下来，摔下来这个膝盖就擦破点皮儿，抹点膏药回来，没多长时间死了，才39岁。当时因为在这之前他是摄政王，扶着顺治登基，但是顺治这时候已经亲政了。那么他这一死呢，很多人就琢磨说这里是不是有事，谁害他呢？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倒不见得，因为这个多尔衮本身毛病就多。咱们以前说过，多尔衮第一个身体不好，就是说有中风的前兆，而且咳血，毛病还特别多，心脏还有毛病，心跳过速，他经常造成头晕目眩的。就他打先天身子骨就不好，后天打仗干什么的消耗的比较大，所以你要这么看呢，也不可能是暴毙，攒到一定程度了，那个时候医疗条件还不好，39岁死也很正常的事。那么他死之后呢，顺治皇帝表现得很好，让天下所有臣民都给我披麻戴孝，然后亲自，这不他的棺材在塞外吗？灵柩回来了，回来从哪儿进呢？从北京东直门这儿进了。顺治皇帝出东直门外5里迎接他灵柩，扶灵哭，自个儿亲叔叔吗？然后还追封他什么呢？叫孝敬义皇帝。义皇帝我们就说义父啊，就是不是真皇帝，但我尊你为皇帝，都把他当皇帝看，这叫备极哀荣，就是死后很风光。坎坷一生的摄政王多尔衮在死后获得了无上的殊荣，一直生活在他权力之下的顺治帝在此时却表现得情深意重，号令天下臣民为他披麻戴孝，并亲自迎接他的灵柩。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顺治帝对他真的毫无怨愤吗？可是没想到风风光光下葬半年都不到，就有多尔衮的亲信向顺治检底，说这多尔衮可不是好鸟，底下做龙袍，刻玉玺，时刻准备篡位，结党营私，祸乱天下。顺治就信了，把这个多尔衮亲信都抓起，严刑拷打，搜罗证据，然后把多尔衮掘墓鞭尸，也就是说侄子把亲叔叔给弄成这程度，死都不得好死。那么这个有人说顺治是故意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呢，他母亲要不嫁给多尔衮，娘俩都保不住，而且自己要亲政时候呢，多尔衮想独揽大权，百般阻拦，说等于顺治设个套，要给自个儿母亲报仇，给孝庄报仇，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说故意他有病的时候就害他，给他害死之后假装哭天抹泪的封他义皇帝，然后再让下边人检举，再掘墓鞭尸。但不管怎么说，亲侄子把亲叔叔给弄成这个样子，这我们平常人看起来很残忍，就是皇族宫廷里的争斗确实不是咱们普通人能想象到的。所以你看当年这个大明崇祯19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宫里待着，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没招了，到这个景山上面上吊。死之前呢，他女儿太平公主就是武侠小说里写的阿九，后来不独臂神尼吗？这都传说崇祯把剑抽出来，说你也别跟我又这个那个的，挥起剑就要杀他，歘，结果没舍得砍偏了，把一个胳膊砍下来了。完了，崇祯说了句话：愿你世世代代勿生于帝王家呀！就今后你要真能活下去，子子孙孙辈辈千万不要生在帝王家。这什么意思？就是帝王之间政治斗争太残酷，亲兄弟亲姐妹为了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根本这些亲情抛之脑后。他为什么这样？不一定他就绝情，而是我在政治斗争当中我要失败了，那坏了，我只要失败我就是死路一条，因为我活着一天我就可能威胁到你地位，你就可能杀我。所以这就是为了争夺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残酷斗争。所以我说崇祯皇帝说的那个愿生生世世勿出生于帝王家，你看顺治和多尔衮这关系，我们也可能浑身打冷战的会接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是用帝王家族的血泪写就的。首先呢，给大家提个问题，
说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谁的权力最大？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不假思索说，那皇帝权力最大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不一定。皇上很强的时候他权力大，有的皇帝很弱，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特殊角色。我们听这个传统评书里经常说这个人呐，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人呢？可能是当朝宰相，可能是哪个亲王。情况艰难，但是这样的人物你注意，他的风险和皇帝是一样的。你别看你的位置高，位置越高风险越大。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这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高危职业。那么同样我们说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独揽军政大权这位，他也是个高危职业。有时候活着的时候就直接被人家给消灭了，更多的时候呢是只要他一死，马上他所有的基业就都完蛋。你看咱们以前说过，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宰相叫张居正，那当时所有大权都是他一个人的，可是他死了之后呢，封号被剥夺了，家也被抄了，什么都没有了。咱们今天说这位啊，比张居正还惨。谁呢？他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我一说多尔衮，很多观众朋友想起说我看过《孝庄秘史》，看过什么的，说这人挺厉害，那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弟弟，是大清皇帝顺治皇帝的亲叔叔。哎，是当时皇太极死了之后啊，大清第一人摄政王多尔衮。他对内呢和顺治呢情同父子，对外呢跟顺治呢又是师徒关系，摄政王嘛，帮助这小皇帝处理朝政，而且跟顺治呢这叔侄关系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有血缘关系。可是他惨在哪儿呢？死了之后啊，不仅封号啊被剥夺了，甚至尸体被从坟里头挖出来，掘墓鞭尸。多尔衮，削爵，去谥号，撤庙相，财产入关，处宗室级，永远不承认他是爱新觉罗皇室的一员。还把脑袋砍下来挂城楼上了，堂堂一个摄政王，皇上的叔叔，最后还不如个普通犯人，而且一手操作这个事儿的是他的亲侄子顺治皇帝。说为什么多尔衮作为堂堂的一代摄政王，居然下场这么悲惨呢？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大伙说说这个悲情的摄政王。一个是开国功勋，一个是少年皇帝，本是情同父子的关系，最后为何反目成仇？风华正茂的沙场英雄，运筹帷幄的朝堂栋梁，他的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后宫的妃子，前朝的王爷，他们之间是否有违背伦理的恋情？本期老梁故事会，多尔衮与顺治的命运和归宿。首先咱们说多尔衮对大清得有多重要。咱这么说吧，努尔哈赤的时候叫后金，清太宗皇太极上来立国号为大清，然后之后呢，多尔衮保着顺治皇帝进关夺了天下，没有多尔衮就没有大清。多尔衮呢是皇太极的14弟，就排位第14的亲弟弟。16岁多尔衮就上战场，他是出了名的打仗不要命。因为当时大清的军队和明朝打仗，明朝当时呢从海外进口红衣大炮，有火炮，这火炮我们知道要轰上人，这人还有好吗？当时很多清兵都害怕，说这东西咔一下子我就完蛋了。唯独多尔衮，你越是有火炮我越往前冲，明明他是军队里边的高级将领，他根本不怕这个，他往上冲，下边的将士三军用命全跟着。所以多尔衮那个时候对于鼓舞士气、攻城野战，那是立了太多的汗马功劳。而且很了不起的有一件事呢，当时皇太极执政的时候呢，这个多尔衮呢攻打蒙古的一个部落。那时候满蒙联姻嘛，关系好，但是唯独这个部落不太听这个满洲的，察哈尔部落。当时多尔衮带着大军把察哈尔部落剿灭之后呢，察哈尔我们知道这是蒙古的部落，元朝被撵到北边之后呢，其中元朝那块玉玺，就我们说传国玉玺，就落到察哈尔部落了。多尔衮把这个部落剿灭之后呢，把这块玉玺带回来。你看，虽然这东西不大啊，
它是一个皇帝合法性的象征。也正是皇太极凭多尔衮夺回来这块玉玺，名正言顺的当上了大清第一任皇帝。哎，是说清太宗，哎，我们管叫这个皇太极皇第一任皇帝。所以这是大清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多尔衮对大清特别重要，没多尔衮就没有大清。那么皇太极当了皇帝，死得很突然，因为皇太极很胖，愿意吃肉，再加上多年的御驾亲征带兵打仗，生活非常不规律，在沈阳行宫啊，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就死了。他这一死麻烦了，为啥？谁继位？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最困扰帝王的一个事，怎么上位啊？如何能冲出来当皇帝？以及自己要不行的时候，谁来继位？这两件事可能是做皇帝的头等难题。那么皇太极死得太匆忙，之前也草拟了遗诏，只是说这个人那个人有能力，这个怎么样，他没有来得及写个结论，我要把皇位传给谁。不像说后来从康熙往后，皇上写块东西，然后塞到正大光明殿上那牌匾后头，你到那儿摘去，没来得及。所以谁继位是个难题。这个时候继承这皇位有两个最有力的竞争者，头一个就是多尔衮。为什么呢？有人说那多尔衮又不是皇太极儿子，人家这个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啊。当年多尔衮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就他们的亲爹死的时候，谁来继位，多尔衮就是个有力的竞争者。为啥呢？多尔衮他母亲呢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大老婆，说白了不是最先娶的女人，而是正式册封为福晋的。说多尔衮是我们这叫嫡出，不是庶出。你等像皇太极呀，包括他的大哥楚英啊，这都是旁支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多尔衮为什么没有能够作为嫡出当上这个皇帝呢？取代着皇太极。皇太极当时是努尔哈赤的第8个儿子。皇太极虽然文治武功不如他这个弟弟，可是阴谋诡计玩的厉害。他打发人呢诬告什么呢？说多尔衮他妈呀岁数不大吗？说多尔衮他妈和自个儿大哥有一腿。我们一听这是一个雷雨的故事啊。说怎么呢？说是多尔衮的母亲年纪轻轻耐不住寂寞，努尔哈赤岁数大了，跟这个他们这支的老大叫楚英。当然这楚英呢跟多尔衮他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别的女人生的，说他俩有一腿。结果这一诬告，再加上当时楚英处事不当，太子失势，多尔衮的母亲因此羞愧自杀，把多尔衮妈都弄没了。所以皇太极呢把这几个强有力的竞争者都给划拉掉了，他才继位当上皇帝。就本来原来多尔衮就有竞争力，所以这个时候多尔衮还立了那么多大功，最后被封为睿亲王，是当时皇太极时期4大亲王之一，睿亲王。那么另外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呢，是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这个豪格呢，你别看得管多尔衮叫叔，这个豪格岁数比多尔衮还大3岁。师哥叔，师傅叔，我们会准备进攻朝歌是吧？豪哥，你把话讲清楚，你进攻朝歌谁去啊？他说我阿玛，他已经答应继位了，他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新的汉王了。来，这个豪格勇武善战，也立了很多大功，被封为呢肃亲王，4大亲王之一，是皇太极诸多儿子里头唯一能跟叔叔辈平起平坐的，就这豪格。那会儿顺治皇帝叫福临，是皇太极第9个儿子，才6岁，小孩崽子呢，那根本没法跟这些人并列。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到最后能是这小孩崽子成为接任皇太极的年号顺治的皇上，不可能。那会儿就多尔衮和豪格他俩争，这两人争到一定程度啊，剑拔弩张，谁也不肯服谁。豪格对这叔说，你就是辈儿比我大，你别的不见得比我强，咱俩功劳也都差不多。而多尔衮对这个皇位势在必得，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阵儿啊，大清呢国力也很强盛了，也虎视眈眈，说咱不能因为争夺这个谁继位就耽误了把大明灭了这事儿啊，咱们可不能打起来啊！各位，咱这样吧，民主协商，这些有发言权的王公贵胄、有功劳的大臣，尤其是皇族，你们自个儿家的事儿啊，这个爱新觉罗家的事儿，来吧，咱到一个大帐篷里开圆桌会议，民主讨论谁该继任。
首先发言的呢是几个出了名的大臣，立大功的大臣，这咱们都很熟悉，有人看过这个康熙王朝都知道，就是顾命大臣索尼和鳌拜，这俩人先发言，一文一武。这俩人意思呢，我们对这个皇上忠心耿耿，自古以来呀，这个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如果这父亲呢没有子嗣，才弟弟继位。那既然是皇太极有儿子，咱们得在他儿子里挑一个呀。所以这个鳌拜跟索尼都是这意见。那明显这个意见多尔衮不爱听，为啥？自个儿是皇太极弟弟，你说他儿子挑一个没自个儿事儿了，他不愿意。这时候呢，他有亲哥哥亲弟弟，就都是他这一支下来的。他哥哥叫阿济格，他弟弟叫多铎。兄弟，可是同阿济格站出来说：“这不对，你们这大臣，你鳌拜你是瓜尔佳氏，你索尼你是赫舍里氏，我们爱新觉罗氏商量自个儿家的事，你们外人跟插手，这是做皇帝，连点带轰的。这些大臣也挺识趣儿。哎呦，这个争夺皇位事咱可轻易别参与，一旦说错话，弄不好杀身之祸。哎，索尼鳌拜站起来啊，那我等多言了，对不起，你既然不愿我们参加，我们撤。于是所有非爱新觉罗氏的人都撤出去了。这帐篷里头呢，就剩下爱新觉罗这一支上了。这这么30-40人在这议论，反正不是亲王啊，就贝勒就皇族。接下来这时候，阿济格多铎这多尔衮的亲哥哥亲弟弟把别人撵走了，他俩就说了：“哎呀，要我看呐，要说这个执掌我们大清的江山，恐怕没有人比多尔衮更合适。这不是因为我们是亲哥们，多尔衮功劳在哪儿呢？啊，在先王时候就立下了大功，我看多尔衮最合适。”这一说多尔衮爱听啊，但是多尔衮再不要脸也不能说你说的对，这成什么了？假装哎呀这客气，我没那两下子，他得客气客气。咱知道是中国人都会这个。这时候呢，多尔衮发话说：“你们也别争了，咱这个呢，咱还有个大哥在这呢，谁呢？李亲王代善。李亲王代善是谁呢？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刚才我们说努尔哈赤大儿子叫楚英，后来死了。那么剩下里头的长子就是他的二儿子李亲王代善。代善是皇太极的哥哥，也是阿济格多尔衮的哥哥。说咱们听听这个大哥说的吧。偏偏代善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呢，独善其身，他也不想争这皇帝，我也没这两下子，我也不想处身事中。可是一看呢，你们一个劲儿捧多尔衮，其实代善对于自个儿这个14弟啊，飞扬跋扈啊，也不大看得惯。代善就说了：“你们要听我的呢，那我就说句话，反正我没那两下子，我干不了。我倒觉得呢，这个皇太极没了，从正常角度来讲，应该从他儿子里挑一个。他儿子要都是小孩，像福临那样，就后来顺治那样，那也就罢了。人家大儿子豪格，咱这大侄子勇武有力啊，可不得了啊！我建议我看他可以。”这代善更狠，一句话把多尔衮的路都给堵死了。所以这时候帐篷里头这就僵持不下了。为啥呢？明显的旁边就看出来了，一拨人支持多尔衮，一拨人支持豪格，这气氛就凝重了。可这时候谁也不敢站出来先发话，我怎么能当，我怎么能当。这个时候咱们说刚才说这个大儿子豪格肃亲王，他站出说话，他说什么呢？对不起，你们争来争去我也看了，我认为这选的没啥意思，反正我不是一个贪图皇位的人，我撤，不跟你们讨论了。站起他走了。为啥？这个豪格也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时候几方势力非常均衡，谁先挑头站出说我要当皇帝，谁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豪格退出。他这一退出，你多尔衮舔着脸来当这皇帝，你看着好像你最大对手撤出了，反而把你架到火上烤呢，你下不来了。这时候多尔衮一看没招了，我说一个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哥哥没了，正常应该从他儿子里挑一个，可是刚才你们也看了，最有能力的豪格人家不干，那怎么办呢？我这亲属我提个意见吧，我看他这儿子里头啊，九儿子福临，别看岁数小，很聪明，将来必成大器，我推举我哥哥皇太极的儿子福临为下一任皇帝。
为啥多尔衮这么干？多尔衮看清楚了，自己要说我能当皇帝，拥戴豪格那个势力对皇太极忠心耿耿的，马上可能就翻脸，一场火并就出现。他不仅不一定能当上皇帝，有可能最后身首异处，成了皇族斗争的牺牲品。那他为什么要立顺治呢？顺治小崽子6岁才，他主动把他提上来，说白了，这孩子我不怎么团子他怎么是吗？我对这权力依然在我手里把着，完了我还有不承担众矢之的的这么一个骂名，所以他当时耍了个小聪明，一下子平息众怒，就这样年仅6岁的顺治当了皇帝。就不管多尔衮有什么险恶居心他算帮了顺治个忙。可是呢，有一些这个八卦学者他不这么看，他们说这多尔衮为什么让顺治当皇？固然是他认为这孩子呢好捏过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他能大权独揽。有人说还有个重要原因，多尔衮看上顺治他妈了。顺治他妈是谁呢？孝庄皇后。咱们有看过康熙王朝的，有看过孝庄秘史的，里头那个大玉儿那个就是孝庄皇后。这怎么传出来这个呢？有人说这个孝庄皇后跟多尔衮本来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情侣，结果他哥哥皇太极垂涎这个孝庄的美貌，横刀夺爱，这可下皇太极死了，这嫂子小叔子干柴遇烈火又好上了。那顺治呢是这个孝庄的儿子呀，那是肯定的。还有传说这儿子都多尔衮的，反正说什么都有了。那这是不是历史真实呢？咱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对不是真实，这是野史。一个是开国功勋，一个是少年皇帝，本是情同父子的关系，最后为何反目成仇？风华正茂的沙场英雄，运筹帷幄的朝堂栋梁，他的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后宫的妃子，前朝王爷，他们之间是否有违背伦理的恋情？本期老梁故事会，多尔衮与顺治的命运和归宿。从正史里看呢，孝庄长得并不漂亮。为什么？孝庄是政治联姻的产物。因为大清呢，为了能够南下呢，后方得稳固，历来采用满蒙一家和亲的政策，很粗暴。说白了就是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我女儿嫁给你儿子，双方这么来。那么这孝庄呢，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贵族，这贵族这支呢叫博尔济吉特氏。说白了，你就不论长成多难看，要定下来两家联姻，你就过去了。而且那是在这个联姻之前呢，皇太极根本也没看着这孝庄长啥模样。说白了，来了之后一掀盖头，你这模样，他基本这样。所以说孝庄很美貌这事儿不靠谱。而且那阵儿呢很有意思，孝庄他家呢，他是姐姐，他妹妹和他姑姑仨人都嫁给皇太极了，弄个乱七八糟。而且历史记载呢，孝庄绝非一个美貌妃子，真正皇太极的美貌妃子叫海兰珠。这海兰珠死的时候皇太极差点跟他死自杀。如果要不是孝庄生了一个儿子，母以子贵，有可能皇太极都忘了他是谁了。那么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当时的大玉儿孝庄，他自己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说我这样下去，我在后宫地位不稳，我早晚我这儿子要上不来，我就完蛋。所以他虽然不够美貌，但是智慧是各个妃子里第一流的。他就想，我怎么能找靠山？他就发现多尔衮想当这皇帝，但是被各家大臣死顶着，我干脆跟他联合，他掌握着大权，他又能保我儿子，就不当皇上嘛，亲王什么他能将来跟他拉拉手，我们母子也平安。所以他很主动的找多尔衮，这嫂子小叔子商量，说你要能帮我儿子福临将来上去，那这天下其实就你的，他是你侄子，他小，你摄政王什么都你管。这时候多尔衮一看呢，正好有这么机会，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能够跟皇太极的正根的皇室联合在一块儿。多尔衮一看，起码这是个备胎呀，可以呀，很痛快就答应了。其实这段咱们也能看出来，后来慈禧那不也是吗？自己的儿子重治皇帝，咸丰一死，有顾命8大臣，还是慈禧慈安太后。慈禧一看，非得找一个有权力人联合，找谁呢？也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欣鬼子六，也他小叔子。这么小叔子嫂子一联合，发动热河政变，把顾命8大臣拿的拿，杀的杀，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其实大清这历史有的地方你比一比，如出一辙。这就是啥？时光虽然不能倒流，但历史随时可以重演。就在这种情况下，这多尔衮呢
一方面呢，为了自个儿获得这权利；另外一方面，也客观上帮助了顺治直接登基。所以说，至于多尔衮和孝庄有没有私情，从来没有一本正史记载过。可能有人根据这个推测，说他怎么就扶植顺治呢？估计俩人是不是有事儿啊？风言风语，这都难免的。而且老百姓对这事儿，你记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看咱们平常说办公室里头，大家好像对眼有点事儿，底下议论都是拿这事儿当真事儿议论，都觉得挺兴奋啊，八卦这出事儿了怎么着？所以人都有这心理，猎奇八卦心态。所以说历史正史里头没记载过这个孝庄跟多尔衮怎么地。那么我说到这儿呢，有人就说了，多尔衮后来呀，是顺治7年他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当了摄政王当了7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个很爱权力的人，为什么他不篡位呢？他后来羽翼丰满了，也把豪格都划了一边去了，他完全可以取代自己侄子当皇帝，为什么没当呢？你看当初他为什么有这实力夺取皇位呢？就召开圆桌会议，大家商量。因为那个时候呢，大清最大的一个目标，我们南下击垮大元，获得中原，这是第一政治目的。多尔衮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本身汉人多，地盘也大，比他满人多，统治就不稳当。你在里头互相之间干仗，在内讧，完了顷刻之间会土崩瓦解。所以他为了大清安危长久，咱们爱新觉罗氏得抱团，不能内讧。所以他当时呢没有用武力，圆桌会议，最后采取个折中妥协的办法，让顺治登基，他获得权力。所以本身他是为大清天下考虑的。所以多尔衮那时候为大清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然后还帮助顺治你怎么当个好皇帝啊，如何读书啊，如何这个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多尔衮当时确实尽心尽责。说那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等这个顺治亲政时候把这个皇位再交给他呢？反正这历史没法说。为啥呢？顺治13岁的时候，也就是说顺治7年的时候，多尔衮死了。多尔衮死的时候多大？才39。这离顺治亲政还有些年了。我们历史不能假设，谁也没法假定说再往后当摄政王他会不会篡位。反正他到那时候是死了。死到什么上呢？顺治7年的时候呢，多尔衮干了一件事。多尔衮把他死去的母亲呢加了个封号，叫圣武皇后，把自己母亲封为什么什么皇后。有这事儿，就这孩子原来不是皇帝，他妈也死了，后来这孩子当了皇帝了，把他母亲追认为皇后，这都有。但那得是你当了皇帝把你妈追认为皇后，你还不是皇帝呢。你虽然是摄政王，人底下议论大清有俩皇帝，明着是那顺治，暗了是那摄政王多尔衮，但你毕竟不是正式皇帝，所以你这么封犯忌讳。但是满朝大臣没一人敢说不字，因为多尔衮一手遮天。这事办完了以后呢，多尔衮心里挺高兴，觉得自个儿妈当初死的冤，这算出口气。一高兴呢，玩去吧。上哪玩去呢？这到这个古北口打猎去。哪儿是古北口呢？现在北京玉云那一带，到那儿打猎去。一高兴，在马上又是秧歌又是戏，搭弓射箭，一没留神架机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送回北京找太医医治，没过几天凉水一蹬玩完了，39就死了。兴奋过度，可能跟心跳啊、脑血管啊这些疾病都有关系，直接休克过去就完事儿了。多尔衮这一死呢，顺治这算亲了政了。亲了政呢，开始对多尔衮是真不错。为什么？自个儿皇叔死了，加封他什么呢？叫做承宗义皇帝。啥意思？义皇帝，义气的义，意思是你虽然不是我亲爹，等同于我三爹；你虽然不是皇帝，也等同于我的皇帝。义皇帝，对你其实是等于准皇帝，给了这么个封号，厚葬。如果说这个历史就到这儿拉倒了，那多尔衮算得上功成名就，人也没篡位，千古流芳。可是过了2个月之后，这事儿大翻个。怎么翻个呢？满朝文武大臣呐，原来对多尔衮有很多不满，这时候纷纷上朝弹劾多尔衮。反正人死了，咱说啥都行。多尔衮这个混蛋，当初怎么这个怎么那个，干了很多坏事，冤假错案，又这个圈地，又那个整人，又贪污又受贿。顺治全信了。信了之后干件什么事呢？先把多尔衮封号去了，把他府地查抄了，
把他后人这爵位都给剥夺了。多尔衮罪证确凿，罄竹难书，祖制不可，国法不可行。以多尔衮为首的这般乱臣贼子，理当严加处置。多尔衮削爵，去谥号，撤庙相，财产入关，处宗室级，永远不承认他是爱新觉罗皇室的一员。至于多尔衮的同党，全国按律问罪，绝不宽待。皇上圣明。完了，干了件更狠的事儿，把多尔衮坟挖开，把尸体拿出来，拿鞭子抽打，把多尔衮首级砍下来，挂城楼上。说白了，一般犯人都不会这样，这说白了遗臭万年才这样的。很多人都奇了怪了，你俩人原来像爷俩似的，跟师徒似的，怎么这么大的仇啊？这得多大的仇，侄子能把叔叔祸害成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跟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有关系。多尔衮管顺治管得太狠了。皇上跟肃亲王行报见你的时候，打算跟他说点什么呢？哦，我想说，大哥辛苦了。不行，大典上只论君臣。哦，那我说，肃亲王辛苦了，你平定了四川，不但为国家立功，也是为百姓除害，大家一定敬重你，佩服你。依我之见，最后2句可以不要讲。为什么？这个嘛，皇上照做就是了。万一肃亲王提出什么要求，皇帝可千万不要随便答应他。他会提什么要求呢？比方说替他的部下请奖，这不都是应该的呀？皇上，应不应该我自有定夺，这些事你不懂，无需过问。因为在多尔衮眼里，你是我侄子，小孩儿，小树得砍，小孩得管，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得收拾你。所以告诉怎么当皇帝，我说什么你就得听。所以对于这个顺治管的特别严，在宫里头不让这不让那么的，就他打小的心里看自个儿叔就跟恶魔似的，你管我。我们都知道小孩你管他管的这么狠啊，不能做到宽严相济。有时候孩子恨家长恨老师，你比方说爹妈不让我看电视，恨我爹恨我妈，老师不让我打游戏，我恨老师。他有很自然的叛逆心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过程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当时充满这种叛逆劲，恨多尔衮。一个男孩子老离不开娘，将来肯定也没什么出息。福临可不是一般的男孩子，他是皇帝。正因为他是皇帝，所以更应该接受磨练。他不像我们，少年时便征战沙场，所以不该过于娇养，不然只怕他。十四弟，你是为皇帝着想，可是我不能不为你着想。别人不知道你的苦心，还以为你拦着皇帝不让见娘，背后别人不知道该怎么议论你呢。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问心无愧。再更重要的是呢，多尔衮不让他跟他妈往来。有人说这跟孝庄怎么娘俩还不让轻易见面呢？因为多尔衮熟读汉朝的这些事儿，就中国历史上这些事，他知道外戚专权一个很重要点在哪儿。这个皇子跟自己妈这支关系太深，一旦自个儿妈当了太后了，他家那些亲戚七大姑八大姨来了，外戚专权，内外就得乱，而且后宫容易干政。再后来他大一点之后，咱们前面说了，孝庄跟多尔衮就没这事儿，也有人有风言风语，所以这时候一死，有大臣弹劾，他终于找到理由了。这一下子把心里所有的怨恨不满都发泄出来了，对多尔衮掘墓鞭尸，砍首示众。所以我说，悲情的一个摄政王多尔衮，就这么着不得善终，落了这么个下场。这跟历史有关的，咱们就不总结了。前面咱说过，说时光虽然不能倒流，历史虽是可以重演，这各有各观点，咱不说了。我想就这事儿，咱说点什么呢？你一看教育孩子是多难个事儿，你不管他不行，放任他这肯定不行，可是管大劲儿了也不行。这孩子要太叛逆了，不仅说和你疏远的事儿，他有可能做出出格的事儿，心里都不正常。所以怎么管孩子，怎么做到宽严相济，
是门大学问。你严管孩子，是遏制他恶的一面，培养他善的一面。那么你对孩子好，放松一点，让他自由发展呢，其实是等于他把恶的一面小范围的发泄出来了。因为人身体里头同时住着天使和魔鬼，孩子也不例外。这魔鬼你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只能让他在无伤大雅的环境下小释放出来，就把不良情绪发泄出来。那么多尔衮对顺治呢，说白了呢，只是培养他正的一面了，他恶的一面就硬给他压着，一点都不让他释放。那么一旦这种压制外力不存在了，他的恶就会由于像弹簧一样压到底，啪就膨胀起来，最后变得无法收拾。所以可以说多尔衮有这样悲情立生，在一定程度来讲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他不知道怎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多尔衮和顺治的故事，其实对电视机前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也应该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多的人情说多的书，老梁故事会说的无非是人情世故。老梁故事会7年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人家都说7年之痒，这痒就得挠。新一年的老梁故事会一定能挠到您的痒。我们以前的节目啊，曾经给大伙儿说过明朝的4大疑案，都是围绕着明朝啊皇室之间的争斗。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这个系列给大伙儿说说清朝的一些个疑案。那么有的观众朋友说这大清皇上不好记，我先给大伙儿说个顺口溜，你用这个顺口溜一下子就把大清的皇帝给记住。什么顺口溜呢？这4句叫努尔哈赤皇顺康，雍乾嘉道咸通光，大清一共12帝，末代宣统最哀伤。在大清开国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位女人，也影响了4位皇帝。哪4位皇帝呢？从努尔哈赤呢往下算，一直这皇太极、顺治、康熙。我说这个女人呢，把开朝这4位皇帝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使大清入关之后，这个整个天下的形势得到了基本的稳定。这人是谁呢？咱们好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从一些清朝的电视剧里了解过这个人，他就是孝庄太后。那么说他诸多的传奇当中，所谓的以身相许、下嫁多尔衮，像这些事儿，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呢？咱们今天呢，就给大伙儿说说这个清朝历史上很有名的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谜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孝庄太后呢，她本族的姓氏呢叫博尔济吉特氏，她是蒙族人，来自科尔沁草原蒙族部落的这么一个贵族子弟。13岁的时候呢，嫁给了皇太极，成为皇太极的庄妃。那么后来皇太极死了之后呢，这个当时大清早期啊，他不像咱们这个汉族的皇帝继承有规矩。汉族皇帝继承有什么规矩呢？有3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就是假如说呢，你没孩子，那怎么办？那哥哥当皇帝死了，从弟弟里挑出一个继承的皇位。汉族的皇帝是这么立的。那么最开始呢，大清立国的时候呢，不是这规矩，就是兄终弟及，就哥哥如果死了，那么弟弟继位。所以当时皇太极死了呢，按照当时规律，谁继位？他弟弟。他弟弟谁呢？摄政王多尔衮。据说这个时候啊，孝庄皇后就琢磨了，我儿子顺治，我还想让他当皇帝呢，但那时不叫顺治啊，爱新觉罗福临。所以这么一琢磨呢，孝庄想了个办法。据说这个多尔衮呢和这个孝庄啊是青梅竹马，这多尔衮总惦记这孝庄，说孝庄长得特别漂亮。孝庄琢磨，我干脆吧，以色相诱，以身相许，我嫁给你得了。我嫁给你之后，你甭当皇帝，你让我儿子当皇帝，你当摄政王，大权在握，是吧？于是乎呢，这嫂子呢就成了媳妇儿了，小叔子就成了丈夫了。所以这个是野史里相传说这个孝庄啊下嫁给摄政王多尔衮是这么回事。有人说这个历史上有吗？
你翻遍清朝的正史，没有一个地方记载过这个事儿。那说这事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是大清已经亡了以后的事儿，就中华民国4年1916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大清野史大观》。你听这名字跟街头小报差不多，《大清野史大观》里边就记载了说，这个孝庄啊，当年为了巩固皇位，保自己儿子，嫁给自个儿小叔子多尔衮了。说和这多尔衮当初还青梅竹马的。到后来民国37年，就是1948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作者呢叫王浩然，他写书名叫《清宫秘史》。这《清宫秘史》把这段给扩大了，秘史嘛，它可以虚构胡编，这里头写的这个详细啊，就说这个多尔衮呐和这孝庄原先青梅竹马，正好皇太极死了，俩人凑一块儿去了。说那个时候凑一块儿丢人呢，嫂子嫁给小叔子了，这不挺丢人吗？想个办法。孝庄说：“我假装死了，我假死，死完之后我就跟换个身份似的，我就可以跟你双宿双飞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电视剧观众就觉得这我看着这么眼熟呢，为啥？前不久咱知道《甄嬛传》热播，《甄嬛传》里不就有这情节吗？所以就《甄嬛传》里这一段就是从清宫秘史这情节当中得到灵感。说这个孝庄皇后小名叫大玉儿，有没有这小名？没有，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儿。这是王浩然他写这个清宫秘史的时候编了这么一段。那么说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来考证出来，这孝庄皇后跟这个多尔衮他俩是不是青梅竹马的？以前有没有这感情？其实我们一推理就能推理出来。刚才我说孝庄皇后呢，博尔济基特氏，来自这个现在内蒙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咱们把地图展开，你就能看到科尔沁草原。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多尔衮出生在哪儿呢？那出生在现在辽宁省。你看地图你就知道，他俩这得隔多远？青梅竹马的，这旅费这成本也太高，不可能的事儿。而且他俩之间就差1岁，就是说孝庄嫁给皇太极的时候13岁，那时候多尔衮14，他俩根本就没有青梅竹马的机会。在民间传说里有这根据。她老公还活着的时候，据说这个孝庄呢就采用色诱的方式，帮助皇太极干成过事儿。什么事儿呢？民间有传说叫庄妃劝仇。庄妃谁呢？就孝庄。劝仇，这仇是谁呢？洪承畴，明朝时候的大将。我们都知道明末的时候呢，明和清之间有几场大战。当时洪承畴呢是得了大明皇上的旨意，在辽东一带跟清军开战。结果当时洪承畴呢就被皇太极的部下给俘虏过去了。俘虏过去之后，皇太极一琢磨，这个人不能杀。一个是洪承畴呢很有韬略，假如能够把他劝降，让他过来，那么对于大清的军事建设大大有好处。再一个，洪承畴呢非常了解山海关里外这一块的地形啊、兵力分布啊。如果洪承畴能降大清，那么他作为带路的人，能一路顺风顺水的南下，把大明的江山就夺过来了。所以他有很强的战略意愿。洪承畴是个硬骨头，死活不降。我不仅不降，我在监狱里绝食，不吃不喝。这个时候皇太极也没办法了。据说这庄妃呀，就后来的孝庄，给她老公出主意，说他不投降吗？天底下这人呐，没有弱点，他身上总得有点弱点。你要想让他投降，你得琢磨他好啥。你看他不怕死，他可能有别的爱好，打听打听。后来一打听呢，说洪承畴呢不爱高官厚禄，这些你什么金钱的权利他不喜欢。说他喜欢什么呢？就喜欢美女。庄妃说这就有门。说皇上啊，我去劝降。皇太极说你要干嘛呀？美人计啊！哎呀，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我试试。
据说啊，这个孝庄当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拎着个壶，壶里装着水什么的，就进了监狱见洪承畴。他说：“将军呐，这个你这气节倒是好啊，人生自古虽有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我可知道你家里啊有如花美眷，一个老婆7、8个妾的，你死了他们怎么办呢？”洪承畴正琢磨呢，这时候庄妃呢把这个壶里的水倒到碗里了，说：“你好好琢磨琢磨，你先润润嗓子。”这抬手难打笑脸人，何况一个美人递上一碗水来，洪承畴接过来就喝了。喝下去才感觉不对劲儿，这不是水，这是参汤，人参熬的。你想他绝食3、4天了，一碗参汤大补全给补回来了。人这肚子呀，你记住，一有东西，这脑袋就不灵了，意志力也不坚定了，想事也不敏锐了。再加上一看这庄妃这么漂亮，神魂颠倒，洪承畴这个时候等于心里的防线就崩溃了，说行了，我反正绝食也没成功，我降了就降了。据说庄妃劝筹，从这儿洪承畴降大清，然后带着清兵入关，一路南下，夺了天下。洪承畴本来是个铁骨铮汉子，据说被庄妃的美色所用，降了大清，坏了千古名节。其实这是野史无稽之谈，但是有一点可以考证的呢，据说庄妃当时啊，确实给皇太极出了主意，说洪承畴绝食宁死不降。庄妃说：“我看看他。”庄妃呢就到了这个监狱里边，隔着这木板缝，他就看，就观察这个洪承畴。洪承畴呢不吃不喝，就躺在那木板床上，跟挺尸似的不动弹。可庄妃看着看着呢，发现呢，他这个监狱啊卫生条件差，上面是房梁，房梁上也不怎么，过了一阵小风，就吹落一片片的灰尘，唰落下来，落下就落到洪承畴这前衣襟上了。洪承畴这不躺在这儿吗？一看落叶灰起来了，把他打扫干净，又躺那儿了。哎，庄妃一看有门，回去跟皇太极说，这个人可以劝降。所以我们通过这事能看出来，庄妃当年即使没有说是以色相诱，她也是一个有一定韬略的女人，这时候能够观察你人的言谈举止，直指人心。但是说她是不是以色相诱，以身相许洪承畴了呢？这其实是无稽之谈。为啥？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孝庄是哪儿呢？蒙古人，他不会说汉语，他只会说蒙古话。后来嫁给皇太极，学的是满洲话。他当时那种条件根本没有条件接触汉族人，他怎么能会汉语呢？他劝降洪承畴，哎呀，你家3妻4妾，他俩人语言都不通啊。有人说那带个翻译，你见过以身相许以色相诱还带个翻译去的吗？没有。所以说你从这些推理就能断出，说这个庄妃当年色诱洪承畴，无稽之谈。那可是这些我们经过推理发现都不是真的，那怎么还能流传下来说这个啊庄妃成了孝庄皇后，嫁给自个儿小叔子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有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找出蛛丝马迹，断定有这事儿。第一个，顺治上台之后，你照理说这多尔衮那得算他亲叔叔，可是顺治登基之后，把多尔衮掘墓鞭尸，把多尔衮坟挖开，尸体拽出来，脑袋砍下来示众，多大仇对自个儿亲叔叔？说这个事儿就能断定顺治啊心里恨得很，就是我妈啊后来嫁给我叔叔了。说这个可信不可信呢？其实我们可以啊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历朝历代凡是这个皇上年幼的时候，辅政大臣或者说摄政王，基本上皇上亲政以后都没什么好下场。大家记住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最后亲政之后，把当年的辅政大臣张居正那不也给一通收拾吗？张居正已经死了，差点没鞭尸，把他家里人斩的斩，流放的流放。你到康熙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康熙上来了是怎么收拾辅政大臣，当时鳌拜怎么擒杀的鳌拜。皇上在没亲政之前，
朝廷的辅政大臣往往对皇上多有管束，有的时候甚至干预他，所以这皇上憋着一肚子气，等到自己完全掌权的时候，他要伸开腰，很可能就直接拿这辅政大臣开刀。所以说顺治上来呢，这么对待前朝摄政王多尔衮，他也是有情可原的，不见得这里头有别的事儿。而且权力争斗向来是残酷的，我不把你一脚踩到地上，再往死了往上踩，很可能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皇位稳定问题。所以就说顺治报复多尔衮，不见得是从他母亲来的。所以这一条呢，我们也有合理的解释。还有第二条，是有人看起来铁证如山，说这皇上啊，皇太极死了，葬在昭陵。按道理来讲，你孝庄是皇太极的皇后，那你死了是不是得跟皇上合葬啊？这是规律啊。可是孝庄死了之后，没有葬在昭陵，葬在昭西陵，没葬在一块儿。有人说什么呢？你孝庄一女12夫，前面嫁给皇太极，后边嫁给多尔衮，你有何面目追随先王于地下？你俩上一块儿了，到阴间了，见着自个儿老公啊，老公啊，我嫁给你弟弟了，这东西不好。尤其皇室颜面何存，斯文扫地啊。那么咱要把这事说清，咱得先说说何谓昭陵，何谓昭西陵。咱们很多朋友了解历史，说昭陵我知道，那不唐太宗陵吗？在西安那边。说后来他是陵前有6匹骏马被偷运到美国去，前不久有消息昭陵6骏回来了，怎么着。这个昭陵叫这名字的多，唐太宗墓叫昭陵，清太宗的墓也叫昭陵。清太宗谁？就皇太极。皇太极这昭陵在哪儿呢？在沈阳城往北10里地。现在咱们到沈阳旅游去，有不少说游皇陵，就是清太宗这陵，它叫昭陵。这昭陵里边呢，葬着清太宗，也葬着清太宗4个妃子。可是这4个妃子里头没有庄妃。说孝庄最后葬在哪儿了呢？昭西陵。说那就这昭陵西边，不是，离这远，在哪儿呢？河北遵化。说怎么叫昭西陵呢？你地图打开，你看河北遵化在沈阳哪边？在沈阳西边。所以这为昭陵，这为昭西陵，当然那是关里关外。河北遵化有的朋友熟悉，说我知道那地方清东陵在那儿。清朝皇帝有葬东陵有葬西陵的，你像康熙葬在东陵，雍正就葬在西陵。东陵在河北遵化，西陵在河北易县，就狼牙山五壮士那儿，雍正就葬在那儿。说你看这同样的2口子怎么不合葬呢？一个在这个现在的沈阳，一个跑到河北遵化去了，这是不是你就没脸随先王于地下呢？以前的这个规矩啊，皇上死了之后呢，皇后都得跟着安葬。但是入关以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不一样了。你琢磨呀，咱们过去有句话，死人不见二遍天。所以他入了关以后，受汉化思想的影响呢，就定了个规矩，就是在皇上前头死的这妃子，葬到这皇陵里头呢，门不封上，你得等着皇上没死呢。在皇上之后死的妃子，那对不起，皇陵已经封上了。在你皇上死之后，他的妃子再死了，就另外有一个陵了，就不要再把坟打开，折腾皇上一回。据说这个规矩就谁定的呢？就是从孝庄这儿定的。孝庄就说了，等到我死了再打个坟葬我，对皇上不敬。说再说呢，我这大半辈子心血都集中到你和你爹身上了，就是康熙和顺治身上了，我离不开你们，你俩葬哪儿将来我就葬哪儿吧。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孝庄下葬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今年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说孝庄皇后啊，历史上啊，是不是真下嫁多尔衮？这虽然是个谜，但是从现有的历史真实材料里，没法推出这个必然结论。你看看这个孝庄皇后一生的事例，咱们体会一下这位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儿女的这种雄才大略，你感到这是个女强人，咱得佩服。她处理人际关系和处理天下大事的韬略，值得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吸取她的经验和教训。
你看点这个，心里也就满足了。至于她是不是嫁给多尔衮，我们姑且把它视为历史上的八卦，咱就不去管那么多了。